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由本间良子医生和本间隆介医生共同撰写的《大脑的解读方法》，让您终生保持清晰头脑，相信你会从中受益匪浅。那么现在让我们愉快地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我们将特别分享抗衰老专家每天都在做的事情。第二部分，我们将告诉大家哪3种让大脑充满毒素的恶魔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现在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揭秘抗衰老专家每天都在做的特别知识。大家可能已经隐约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与不健康的人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到了50岁以后，这种差距会变得非常显著。在如今的100岁人生时代，我们会看到很多70多岁、80多岁的人依然思维敏捷，生活充满活力，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40多岁、50多岁的人感到全身乏力、记忆力减退，总是觉得头脑昏昏沉沉，无法专注于家务和工作。很多人因此前往作者的诊所，诉说这些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和脑力下降的问题。听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正处于这种状态。这些人通常身心俱疲，脑中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毒素。例如，有些人早晨醒来时就感觉疲惫，持续感到倦怠，莫名其妙地感到焦虑，皮肤上似乎增加了斑点和皱纹，无法深度睡眠，经常半夜醒来，头脑昏沉，无法正常思考，胃肠状况不佳。出现这些症状的人，其实已经开始积累脑毒素了。如果任由脑中毒素继续累积，最终可能会导致认知症的发生。而一旦认知症发作，现有的医疗手段很难完全恢复原状。因此，对于那些正在经历上述症状的人，必须在脑毒素积累的早期阶段就努力将其清除。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症状，并恢复大脑的正常功能。作者在日常诊疗中已经多次验证了这一点。此外，那些不想衰老、希望永葆年轻、保持脑力、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人，也绝对需要清除脑中的毒素。正如第一部分的标题所示，抗衰老专家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清除脑中的毒素。那么，具体该如何清除脑毒素呢？答案是通过管理和应对持续的压力。事实上，长期承受大量压力会导致分泌抗压荷尔蒙皮质醇的肾上腺被过度使用，从而引发肾上腺疲劳。这种肾上腺疲劳不仅会加速身体老化，还会使大脑更容易积累毒素，导致认知功能下降，甚至引发认知症。因此，为了有效清除脑毒素，防止认知症的发生，我们需要解决引发肾上腺疲劳的压力问题。这也是本书的结论。在我的频道里，我多次提到过缓解压力的重要性，但我担心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压力。因此，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压力的危害。希望观看这段视频的大家能够更加关爱自己，认真解压。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持续承受压力，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肾上腺疲劳，进而加速身体老化，使大脑积累毒素，最终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和认知症。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压力的问题，必须积极应对和管理。提到压力，很多人可能会首先想到人际关系等精神压力，但实际上，压力不仅限于精神方面，还包括环境压力和身体压力。作者指出，现代人面临这3种压力的叠加，导致肾上腺负担过重，从而使大脑更容易积累毒素。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环境压力和身体压力的存在，因此无法识别自己正受到哪些压力的影响。解压的第一步是识别自己到底因为什么感到压力。接下来，我将深入解释这3种压力。为了有效清除脑毒素，预防认知症和抗衰老，管理压力是关键。让我们一起认真学习如何应对压力。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周围充满了各种压力，
适度的压力可以提升身心的活力，但过度的压力或长期的压力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顺便提一句，在听这段话的人中，可能会有些人说，我平时没有压力，生活很愉快，或者我与压力无关。但事实上，作者指出，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不自觉地承受多种压力。再次强调，虽然我们通常把压力简单归为一种，但现代的压力可分为3种：环境压力、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其中最容易理解的应当是精神压力，比如性骚扰、职场欺凌、人际关系矛盾、照料问题等导致心理负担的困境，我们称之为精神压力。尽管精神压力较易察觉，但自我控制却较为困难，而且往往难以看到尽头，这会增加负担。另一方面，环境压力和身体压力通常不太容易自我察觉，正因为察觉困难，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力，甚至会自我放大压力。环境压力指的是通过空气、食物中摄入的化学物质、金属、紫外线、霉菌毒素、化学物质、睡眠环境等。此外，身体压力包括长时间工作、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缺乏运动、不规律的生活节奏等。我们多多少少都承受着这3种压力的负荷。比如，你可能因为家庭矛盾或工作压力感到沮丧，然后为了缓解情绪而暴饮暴食，导致身体健康问题，并且不知不觉地摄入食品添加剂，这就直接受到这3种压力的影响。或者即使在看似舒适的室内，也可能无意中吸入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或霉菌等有害物质，或者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有些人甚至因使用手机或电器产品作为减压手段而受到电磁波的影响。在现代社会，除非特别留意，否则很难摆脱这3种压力。完全摆脱压力并不容易。然而，我们知道，压力不仅会导致认知症，还可能是许多疾病的诱因。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在应对各种压力的情况下艰难地生存。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一种机制可以有效地应对压力，那就是肾上腺。肾上腺在我们面对压力时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试图应对眼前的压力。这种皮质醇从人类狩猎时代开始就扮演着抗压激素的重要角色。当时的压力主要是与威胁生命的敌人作战，比如当面对猛兽时，无论是逃跑还是战斗，都需要迅速释放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会从肾上腺大量分泌皮质醇来对抗威胁性压力，使血压和血糖迅速上升，并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质，以产生迅速的能量。这种机制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就像是紧急情况下激发的潜能。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尽管现在没有直接威胁生命的压力，但刚才提到的3种压力却无处不在。换句话说，过去和现在的压力性质完全不同。过去的压力很明显，像是生命危险或个人安全威胁的压力，但现在却是长期持续的3种压力逐渐侵袭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的肾上腺不停地工作，持续分泌皮质醇，这是一个不利的循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减轻一些压力，否则肾上腺将持续不断地工作，并最终耗尽，导致皮质醇分泌枯竭。由于长期承受压力，肾上腺功能下降，并导致皮质醇分泌不稳定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肾上腺疲劳。如果肾上腺疲劳持续导致皮质醇分泌异常，将对大脑和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皮质醇原本只是应对突发紧急情况下释放能量的机制，以便应对眼前的威胁。然而，当长期承受压力导致持续反应时，原本保护身体的皮质醇反而成为负担，对身体构成威胁，导致大脑中毒素堆积，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因此，为了拥有健康活力的大脑和生活，我们必须尽量减轻压力。长期承受慢性压力会导致肾上腺持续分泌皮质醇，维持高水平的血糖和血压。这种情况会加剧血管老化，
易形成血栓，增加认知症的风险。如果你们听到这些，应该明白保持血管健康对于整体健康至关重要。但如果你一直处于持续的压力下，皮质醇的持续分泌会损伤血管，加速衰老。年轻的血管具有柔韧性和弹性，但一旦老化，就会失去弹性，导致全身血液循环恶化，皮肤干燥、头发枯干，以及肩颈疼痛等不适症状的出现。另外，更令人担忧的是，血管的僵硬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增加心肌梗塞、脑梗塞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风险。我认为这些都不言而喻，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血管老化会导致全身细胞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从而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血管老化可能由吃不健康的食物、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因素引起。但我们此次要探讨的主题是，压力会加速血管老化，这一点我认为大家务必要知晓。现在让我们回到大脑这个话题。我们之前提到了压力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脑雾。许多人可能认为像认知症这样的脑疾病只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但事实上，即使是10几岁或20几岁的年轻人，如果长期处于工作或学习压力下，导致睡眠不足，会使得压力引发过多的皮质醇分泌，导致记忆力严重下降、记忆力减退等症状出现，就像认知症一样。这种状态被称为脑雾。雾意味着头脑中弥漫着一层雾气，思维不清晰，判断力下降。不仅仅是记忆力，还包括思考力和判断力等都会大幅度下降。无论读了多少次，总是记不住相同的句子，或者不经意地忘记了承诺的事情，或者想不起今天的日程安排。这些反复出现的情况会让人沉入负面思维中，感到自己无能，觉得无论做什么都不开心。这种消极思维会增加患上类似抑郁症的症状，这也是脑雾的特征之一。即使是相对年轻的人群，也可能因为脑雾这种类似认知症的症状而受到困扰。但脑雾与认知症不同，它是一种暂时性的症状，一旦消除了压力的原因，头脑中的雾气就会消散，大脑功能也会逐渐恢复。反过来说，除非消除压力的根源，否则脑雾也不会消失。此外，50岁以上的人如果因脑雾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他们可能会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患上了认知症。这种想法会让他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并进一步加重压力，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大脑萎缩。因此，我希望您能在本视频的后半部分认真学习并实践我们即将介绍的减轻压力的方法，能够冷静地加以实践，尽早应对压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压力对大脑的不良影响。然而，令人恐惧的不仅仅是这些。持续过量分泌的皮质醇不仅会导致脑功能下降和认知症，还会引发体内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被认为是各种疾病和衰老的诱因。若要保持健康，必须控制体内的炎症。此外，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大量皮质醇分泌，进而增加慢性炎症的发生，并使毒素更容易进入体内。我们的细胞之间存在着称为紧密连接的结构，肠壁吸收营养的细胞也是由细胞构成的。但过度的皮质醇分泌会导致慢性炎症，使得肠壁细胞的紧密连接松动，形成了所谓的肠漏综合症。肠漏综合症指的是原本应该密封的肠壁屏障，由于皮质醇过度分泌引起的慢性炎症而保持开放状态，使毒素、细菌以及未消化的食物颗粒直接进入血液循环。体内毒素循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解了肠漏综合症，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会导致各种不适症状。此外，慢性炎症也可能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你的大脑中。大脑有一个被称为血脑屏障的过滤器，用来阻挡大脑功能不需要的有害物质。如果慢性炎症持续存在，血脑屏障的紧密连接就会变松，使得毒素进入大脑成为可能。结果就是有害物质进入大脑，
导致大脑发炎或毒素积聚。这种情况被称为脑漏综合症。看到这些恐怖的事实，也许你已经明白了，根本原因在于压力。尽管许多人知道自己承受着压力，却依然强忍着，不断努力应对。但通过观看本视频，你应该对压力的可怕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过去可能有人对压力采取放任的态度，但在当今压力重重的时代，压力管理尤为重要。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介绍解除环境压力、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的具体方法，以及如何净化身心。在此之前，我们将讲解第二部分，告诉大家哪3种让大脑充满毒素的恶魔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接下来，我将逐一介绍如何减轻压力、清除大脑中毒素的具体方法。具体来说，有以下3种方法：一、停止吃下列3种恶魔食物，减少环境压力；二、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减少精神压力；三、通过眼球运动来减轻身体压力。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解释这些方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方法：减少压力、清理大脑中垃圾的方法。在作者的诊所中，经常有许多患有严重压力或肾上腺疲劳的患者前来就诊，因此作者总是建议患者停止摄入3种恶魔食物。具体来说，这3种恶魔食物是小麦、乳制品和糖。这3种食物会导致环境病毒的侵害，引发各种健康问题，导致大脑中的杂质积聚，并加速肠漏综合症的发展。因此，作者建议尽量将这3种食物从生活中清除，以减少环境压力。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解释小麦的问题。为什么小麦不好呢？因为它含有破坏肠道的麸质。说到面粉，比如在做面包时揉面团，你会感觉面团变得有弹性。这种弹性的主要成分是面筋，也就是麸质。虽然使用小麦制作的食物口感弹嫩，确实很美味，但这种弹性实际上是有害的。麸质存在于使用小麦制作的食物中，比如面包、比萨、意大利面和乌冬面等。作者指出，麸质正是导致肠漏综合症的原因之一。麸质刺激小肠黏膜，导致细胞之间的连接松弛，因此经常摄取小麦会使有害物质更容易从肠壁进入血液循环。一旦肠漏综合症发作，有害物质也会轻易地进入大脑，导致大脑中垃圾的积累，并可能导致认知症的发生。此外，据说麸质也是过敏症状和炎症的诱因。如今，无麸质这个词已经广为人知。如果你总觉得身体不适，常常感到疲倦，或者胃肠状态不佳，那么尝试无麸质饮食可能会让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改善。因此，值得一试。停止食用小麦制品约2周，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如何。这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呢？作者强调，只要停止食用小麦2周，你肯定会有所发现。例如，你可能会觉察到排便更加顺畅，食欲增加，早上醒来时感觉清爽，以及更加平静的心情等症状得到了改善。一旦你感受到了这些效果，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动力继续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实践下去，你的身心状态会逐渐好转。许多人会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望面包或乳制品。另外，如果停止食用小麦后，你的身体状况没有改善，我认为你并不需要强迫自己继续。但我相信，许多人停止食用小麦后，身体状况会有显著改善。然而，当完全戒除小麦成为话题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可能会说，放弃面包、意大利面和拉面，我接受不了这种生活方式。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于这些人，我建议尝试食用无麸质的面包、无麸质的面条或无麸质的拉面等产品。无麸质已经成为全球的潮流，因此市场上有许多小麦替代品可供选择。只要善加利用这些产品，你就可以在不放弃面包、意大利面和拉面的情况下实践无麸质饮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关于乳制品的内容。
作者提到，乳制品对肠道有益只是一个流传的谣言。确实，像酸奶和奶酪这样的发酵食品是补充肠道菌群的一种途径，这是众所周知的。补充乳酸菌确实有其好处，但作者指出，实际上乳制品存在着远远超过这些好处的缺点。这是因为乳制品中含有一种叫做酪蛋白的蛋白质，酪蛋白是相当棘手的物质，它不仅会使大脑和身体的功能变得迟钝，还会对肠道产生强烈刺激，导致肠漏综合症的发生。此外，酪蛋白还可能成为过敏症状的诱因，引发花粉症、头晕和特应性皮肤炎等问题。由于乳制品中的酪蛋白可能导致痛苦的过敏反应或神秘的身体不适，因此尝试无乳制品饮食并检查身体状况的变化是值得的。作者称，几乎所有前来他诊所就诊的患者转向无麸质或无乳制品的饮食后，身心都焕然一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关于砂糖的话题。目前，含糖的甜点和主食，如白米和小麦等碳水化合物，是一种名为念珠菌的真菌在肠道内的最爱。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肠道中念珠菌的增殖。当念珠菌在肠道中繁殖时，免疫细胞会聚集并引发炎症来排除它们。简而言之，食用过多甜食和碳水化合物会损伤肠道，因此最好戒除。此外，食用甜食和碳水化合物后，血糖水平的剧烈波动很容易发生，这被称为血糖波峰。血糖波峰发生时，胰岛素分泌量增加，记忆力也容易衰退。有人指出，血糖波峰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大脑中常见的淀粉样蛋白贝塔的积累有关。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谈论了小麦、乳制品和糖这三种恶魔食物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健康。尽管听到这些，可能有人会想，那么面包、乌冬面、乳制品和甜食都不能吃了，那我该吃什么呢？实际上，有一种饮食可以满足这三个限制，那就是和食。事实上，和食不仅满足了这三个限制，而且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尤其易于实施。首先试试为期2周以和食为主的饮食生活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停止食用面包，改为选择米饭作为主食。乳制品可以用植物性替代品替换，而乳酸菌可以从味噌和泡菜等发酵食品中获取，无需依赖牛奶。此外，钙可以从小鱼中获取，而不必完全依赖牛奶。对于过去长期食用小麦、乳制品和甜食的人来说，最初可能会感到戒除这些食物很难，但坚持一段时间后，大约1个月，就会看到身体的变化。肠道吸收能力会提高，身体状况会改善，胃肠道也会变得更强壮，头脑更清晰。如果您对此感兴趣，请务必尝试，特别是在以和食为主的饮食中，应特别注意多摄入鱼类。鱼油中富含的 Omega-3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有助于稳定细胞膜，预防和改善肠道黏膜炎症，进而预防肠漏综合症的发生。Omega-3脂肪酸在鱼类中尤其丰富，如青鱼、秋刀鱼和青鱼等。这些 Omega-3脂肪酸中的 DHA 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到达脑部，对于维持脑部健康至关重要。事实上， DHA 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促进血清素的生成，并且被认为具有预防认知症和减轻脑部炎症的作用。此外， Omega-3脂肪酸还可以使血液保持流畅，改善脑血流，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大脑。因此，请务必将鱼类纳入您的和食中。此外，对于那些无法食用鱼类的人来说，市面上也有 DHA 和 EPA 的补充剂可供选择，善加利用这些补充剂也是一种方法。您对此有何看法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种方法，即通过重新构建思维模式来减少精神压力。谈到压力，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精神压力。精神压力是每个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的心理负担，例如人际关系不顺利、
工作繁忙等社会因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育儿、照顾家人等各种问题，都可能成为精神压力的来源。特别是在看不到结束的困境中，人们可能会承受最严重的精神压力。例如，在看不到结束的情况下，工作场所或社区中的权力欺凌、性骚扰、精神虐待，或者家庭暴力等，都是看不到尽头的例子。此外，近年来，因网络和社交媒体带来的来自陌生人的诽谤和谩骂，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扰。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个人所处环境的变化，都可能成为精神压力的重要原因。例如，失去亲人朋友、离婚、工作变动或自然灾害等，对于失去日常生活的经历，会给大脑和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针对这种精神压力，改变环境、远离困境是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工作场所受到权力欺凌或性骚扰时，可以选择离开该工作场所，或向公司申诉并请求调换部门，以摆脱这种不健康的环境。同样的，如果遭受伴侣的家庭暴力，离婚摆脱这种不健康的关系也是一种解脱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您能尽量远离造成精神压力的环境。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改变当前的困境或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调整自己的心态，采取一种称为重新构建思维模式的方法是有效的。务必尝试掌握这种方法。重新构建思维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角度，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面对当前所感受到的压力事件，来缓解自己的情绪。举例来说，假设你突然被公司裁员，普通人可能会陷入消极情绪，觉得自己为公司辛苦工作这么久，结果却被解雇了，担心未来的生活等等，这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通过重新构建思维模式，我们能够从消极事件中找到积极的一面。比如，我内心一直渴望创业，追求自由的生活，这次裁员也许是我实现梦想的契机，是一个机遇。或者，如果我对工作感到乏味，那么这次裁员就是改变生活的良机。又或者，转职可能是增加收入、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这样的看法也是合理的。通过改变对导致我们压力的事件的看法，重新构建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缓解压力。又或者，即使染上了某种疾病，通过重新构建思维模式，我们也能在这种情况中找到积极的一面。例如，因为患病，我们能够更早地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个病，我可能会继续不规律的生活，不合理的饮食，也不进行锻炼，最终可能会患上更严重的疾病。及早意识到改变生活方式对健康的重要性是一件好事。通过关注健康，我们可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疾病，并且相比以前，我也能更加健康。这就是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开始，要求改变看法可能会感到困难，但通过不断尝试，我们逐渐掌握了重新构建思维模式的技巧，从而能够轻松地应对精神压力。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吧。现在我们来讨论第3种减轻压力、清理大脑中垃圾的方法，通过研究运动来减轻身体压力。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身体压力。身体压力是由于身体过度使用而导致的疲劳和不适感。例如，长时间工作或过度运动会导致极度疲劳，这是身体压力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长时间久坐也会带来身体压力。例如，缺乏运动会导致肌肉减少，从而使体内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下降，这会导致体力下降，大脑功能也变得迟钝。此外，由肌肉分泌的抑制炎症物质也会减少，增加患上肠漏综合症的风险。换句话说，无论是运动过度还是不运动，都可能成为身体压力的来源。适度运动对于缓解身体压力仍然至关重要。另外，使用不合适的枕头、办公椅或鞋和衣服大小不合适，也会给身体带来不适感，增加身体压力。现代人常见的身体压力之一是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电脑而导致的眼部问题。
前面提到了不运动会增加身体压力，而当我们沉浸在手机、电脑或电视前时，实际上我们的眼球并没有移动。现代人对于这些设备的过度依赖，导致了眼睛不动的生活方式，从而增加了身体压力。眼球运动被认为直接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换句话说，眼球不经常移动容易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实际上，患认知症的人眼球活动较少。由于现代人普遍依赖智能手机和电脑，眼球活动的机会大幅减少，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更多地活动眼球。因此，我要介绍一下作者推荐的眼球锻炼方法，即家庭横向伸展。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需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即可。建议您试试看。第一步，用一只手拿着笔，将笔从脸的左侧移到右侧，然后从右侧移到左侧，慢慢地让眼睛跟随笔尖的移动，重复这个动作5次。注意只动眼睛，不要动脸。第二步，用一只手拿着笔，将笔从脸的下方移到上方，然后再从上方移到下方，同样慢慢地让眼睛跟随笔尖的移动，重复这个动作5次。第三步，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拿着笔，将笔固定在脸两侧，与肩同宽，然后交替左右看笔尖，同样重复5次。第四步，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拿着笔，将笔固定在脸的上方和胸前，然后交替上下看笔尖，同样重复这个动作。这些纵横伸展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活动眼球，帮助缓解您积累的身体压力。希望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